一、化解负面情绪和探索意识层次。赛斯分享了有关如何化解负面情绪以及探索不同意识层次的方法。以下是他提供的一些关键观念和技巧。一、理解信念和情绪的关联。赛斯指出，个人的信念和他们在不同时刻可能会经历的情绪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要理解自己的情绪，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信念。二、避免积极性思考的强加。赛斯警告了那些试图通过积极性思考来强加信念的学派。这种方法可能会使人们对自己的自然情绪感到害怕，因为他们不敢去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赛斯的方法强调要与情绪自由流动，以找出情绪背后的有意识信念。三、了解情绪的来源。当你感到不愉快的情绪时，花时间去追溯情绪的来源。情绪将带你回到引起情绪的有意识信念。四、不要害怕情绪。赛斯建议不要害怕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害怕或否认情绪，这种恐惧的强度会积累，并强化情绪背后的能量。情绪是不断变化的，不会使你陷入困境。五、情感表达的重要性。赛斯强调，否认情感表达会导致与自己的身体和意识的疏离。要对抗这种情况，需要与情感自由流动，并面对它们。六、疗愈和解答。每个问题都有它自己的解答，每个病症都是冲突的线索，其中包含了疗愈的种子。通过诚实的面对问题和情感，可以找到解答。七、不同层次的意识。意识可以在不同层次或阶段感知不同类型的事件。透过学会转换注意力的焦点，你可以体验不同层次的意识。这些层次可能包括梦境、睡眠中的不同阶段以及与内在刺激的对话。八、睡眠中的不同层次。赛斯描述了睡眠中的不同层次，包括梦境、意识的流动，以及更深层次的意识状态。他建议通过记录睡眠中不同层次的体验，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意识。总的来说，赛斯的方法强调了理解信念、情绪和意识之间的联系，并鼓励面对情绪，追溯其来源，以疗愈和找到解答。此外，他探索了意识在不同层次的运作，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在世界。二、探索内在感官世界的简单练习方法。这是一个简单的练习，旨在帮助人们探索和发展内在感官能力。以下是有关这个练习的主要观念和步骤。一、场景设定。想象自己站在一个原本亮灯的舞台上，这个舞台就是你现在所处的房间。然后闭上眼睛，假装所有灯光都关掉了，布景也被搬走了，你独自一个人在黑暗中，确保四周一片寂静。二、感官想象。在黑暗中，努力想象和感觉内在感官的存在，这包括聆听、看、嗅、触摸等感官。试着让这些感官向你的肉体感官发送讯息，不要思考或感到焦虑，只需尽量放松，接收讯息。三、专注。内在感官。尝试专注于内在感官所传递的声音和影像，而不是外部物质环境的声音和影像。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内在的感知和想象。四、持续练习。练习时，假装存在一个内在世界，并透过内在感官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初时，可能只会看到一些片段和零碎的影像，听到一些声音。不要过早评价或解释这些感知，只是接受它们。这需要时间和练习。五、日常应用。你可以在睡前或休息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务活动中进行这种练习。这有助于培养集中注意力和内在感官的能力。总之，这种练习旨在引导人们集中注意力，探索和发展内在感官，就像在陌生环境中拍摄快照一样。在初阶阶段，只需接受这些感知，不要急于进行全面性的评估或诠释。每天约练习10分钟，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内在感官能力可能会增强。3. 用心想，事情就会实现。赛斯的心想事成原理。赛斯分享了一个被称为心想事成的原理，旨在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愿望。以下是赛斯提供的这个原理的关键要点。1. 可能性和现实。赛斯强调，真实事件是已经具体显现的可能性。然而，有些可能性停留在我们的心灵之外，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地去关注它们。我们的意识只能接受某一顺序的可能性作为被认可的经验，但我们经常在这些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2. 信心和期望。要实现心愿，赛斯强调建立在实相的信心、自然的信心和生命本质的信心上。这种信心使你能够充满安全感和信任，敢于追求自己的愿望。3. 童心和大期望。赛斯指出，童年时我们天生拥有伟大的期望。最伟大的童话故事总是告诉我们，最伟大的期望最终会实现。然而，成年后，我们常常贬低自己，不再敢有伟大的期望。4. 精神力量和想象力。赛斯强调，真正的动力存在于敢于想象尚未实现的事物的想象力中。想象力结合伟大的期望，几乎可以实现任何可能性。5. 实践心想事成。赛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练习，可以帮助你实践心想事成原理。首先，集中注意力，并想象你想要的东西，将其置于可能性的前列。然后，将这个愿望交给宇宙或架构2，即所有人间戏剧的制片厂，不要再有意识地去考虑它。相信它会以多种方式实现，并不断重复这个练习。这个原理的核心思想是，我们的信念、想象力和期望可以影响我们的实相，使那些本来只存在于可能性中的事情变成现实。这要求我们有信心，放开怀疑，并充满童心地对待生活中的愿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潜力，实现更多可能性，并改变我们的生活。